是不是我说话的方式有问题？是我说话技巧让他感觉他被指责了？一定是我讲话没逻辑，一定是我说话技巧不好。你在关系里面的题跟沟通能力无关。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如果你也是刚结束一段关系，或者你结束了之后心里开始有一种恐惧，你不太希望下一次的感情又遇到相同的问题，死在相同的地方，然后找不到解决方式。如果你有类似这样的想法呢，这一集就是为了你拍的。之所以会想要拍这一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发现是说，我发现这几年开课其实有报名的学员也不少，那包含我们也不断的在不同的时间点去做了问卷。我开始在访谈大家，就是会想要购买课程，甚至会想要上课，他们的学习需求究竟是什么？然后在整理了那么多份之后，我从里面突然发现有一个现象，我发现他们在关系当中真正遇到的挑战，跟他们想要学会的能力，其实呢是不相干的。我具体来说明这件事因为说不定你听懂之后，有可能你原本是需要买课程，你会发现可能你在关系里面的题跟沟通能力无关。好，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跟我探讨说，他跟他另外一半的关系最近就是变得有点怪。然后呢，想要跟对方沟通，对方有些时候就会变得冷冷的，甚至有些时候对方就会讲说，没关系不然就反正就这样吧，你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咯。他就觉得说，奇怪，其实我就是想要跟你好好沟通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这样？所以他就在想，是不是我说话的方式有问题？是我说话技巧让他感觉他被指责了？所以呢，他就一直在思考，一定是我讲话没逻辑，一定是我说话技巧不好。可是呢，等到我后来真正去跟他聊这件事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他一直想要学会的沟通能力，跟对于他现在关系里面遇到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关联。原因是他们在交往的这1-2年里面我这个朋友呢，在不知不觉当中，不断的把对方塑造成他自己想要的样子。比方说，他会觉得，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那我是有洁癖的，所以我们如果共住一个空间，所有家里的规则你就要完全照我的习惯走。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生活习惯互相尊重嘛。可是其实他没有注意到说，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他可以为了这件事迁就他，可是呢，这一个所谓的迁就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意愿而已，对不对？没有，对于另外一个人而言，他可能是每天很顺手做的事情，他都要一个一个去修正，所以他这个修正的幅度其实算不小可是也因为爱他修正了。过没多久呢，可能这一个他的另外一半其实是有一些在交往之前本来就很不错的异性朋友，而且呢，这些异性朋友是他们本来就认识的，都没有问题。可是等到真正交往之后，他就开始会去对于他只要跟那个人碰面，或者一票朋友要出去玩，他就会对那件事感到生气吃醋这样，所以他就会认为你这样是没有边界感的。可是对方会觉得奇怪，我明明就只是跟朋友出去，为什么这样也要被你判断成叫没有边界感？那他也会说明其实我跟他没什么，而且你早就知道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但是呢，他就觉得没有，你这样就不尊重我，你现在就是没有把我看得比较重要。如果我跟你讲了，你还不改那就代表是他比较重要咯。所以呢，对方就很常被推入这种两难的局面。其实明明对方心里的感觉是，难道我跟一个人在一起之后，我的人生该怎么过，边界该怎么设，哪一个朋友我可以往来，甚至我回到家之后的一举一动，原本都是以着我自己的意识为主，对不对？难道我跟一个人在一起之后，这些全部都要交由别人决定呢？那他的另外一半心里呢，也会感觉就是又因为很爱这个女生，可是又会觉得这样的生活越过越痛苦。所以慢慢的他自己也开始进入一种自我怀疑。所以当一个人在自我怀疑的时候，对不对？很有可能他会让眼前的人看到，就我朋友这个女生看到的是
好像对这段关系开始没有那么投入了，甚至呢，好像对这段关系开始没有那么上心了，有没有？所以他才会出现那种说法，就是要不然看你怎么想了，都可以。你有没有发现，原本我朋友跟我探讨的点是在探讨说，我该如何去学会沟通的能力，学会表达的能力，这样呢，我就可以让对方可以更在乎我，我就可以让对方愿意告诉我他的感受，我就可以让对方愿意去听我的想法，可以促进理解。可是呢，实际上他们两个真正的问题从哪一点开始的？我来谈一个现象哦，这个现象也是我后来发现真的比例蛮高的，就是伴侣之间的问题呢，未必都只跟沟通有关，就是这一个现象是这样，其中一个人的恋爱观呢，他会认为对方是必须要符合他的标准的，对方必须要满足他的期待的，而他是有资格这样要求对方的，而只要对方不听的话，他是可以惩罚对方的，这个是其中一个很常见的。可是呢，你说这样有错吗？我觉得其实完全没有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选择要经营怎样的关系，每一个人也都有这个权利。你认为怎样去对待你的另外一半，这个我本来就无权干涉，对不对？可是我们要谈的是反应。什么是反应呢？就是如果今天你的这一套方式对于你交往的那一个人，对他来说，这个是会消磨他对这段关系的热情，甚至呢，这个会让他一直感觉到好像做什么都不对，感觉到自我被否定了，因此他就在这段关系里面越来越不像自己，而到后来他否定了他自己，到后来他不确定这段关系还要不要继续，因此在他这样的心境之下呢，跟你的互动就开始出现一连串不同的事件，都在显示他好像没那么在乎，没那么用心，而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去处理的是那一些延伸出来的事件，因为变得没那么用心了，所以我想要用沟通去让它变得更用心。可是实际上，真正会产生不用心的原因是这段关系在一开始就已经种下了一个对于对方而言他很难待得很开心，然后很有能量的一个种子了。所以如果你今天对于沟通能力是有想要提升，你的初衷是你以为你只要沟通能力变好，你就有办法去改变谁，就有办法让别人变得更用心。那我想说，可能说的再好听，只要你要的行为跟结果不是对方可以欣然接受的，时间只要一久，对不对？那一个说的效能都未必可以维持很久，因为人的感受是来自于每一天相处的时候，他会从你的身上，从你的行为，从你的情绪去感觉到你究竟把什么看得更重要，是你的感受更重要，两个人的关系更重要，还是他的意愿更重要。所以我觉得今天谈那么多很多都是在谈沟通呢，它是资讯在传递而已。如果我们想要让关系变得更好，一定要可以看到在相处的过程，这些容易被忽略的资讯，因为有些时候这一些点有梳理清楚，你们创造的关系是可以让两个人好好被看见的。这样的条件如果成立，我相信呢，就算说话可能会有点笨拙，都还是可以让双方可以好好交流想法，对不对？因为真正决定两个人想法冲突的时候，到底要以什么为共识，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们彼此以着怎样的恋爱观，以着怎样的信念去对待彼此，而这一些才是去决定对话走向的底层逻辑。所以今天这一集其实很想要献给，如果你是刚结束一段感情，你原本以为是不是你自己沟通能力的问题的，我觉得多这样的思考，等于多一个思路去判断说，会不会过去你跟另外一个人的相处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可能是他这样对你，你会知道原因，也有可能是你这样对他，这样更好，是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点只要一改变，你下一段关系产生的这一个回应反馈一定会不一样。好，那这集也差不多聊到尾声了。我的伴侣沟通预录课程呢，已经陆续在制作当中了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去确认说，究竟这一堂课程适不适合你们，我会把这堂课程的这个学习问卷呢，放在我们的影片叙述跟置顶留言，所以愿意去填写的，
欢迎你们可以填写一下问卷，还可以提早卡位拿优惠折扣哦。好 ，OK，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